这个可恶的小男孩，他举起手，居然要打自己的亲奶奶。然而善良的奶奶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她用手在胸前画圈，表示道歉。男孩则变本加厉，骂他是笨哑巴。不仅如此，他甚至把尿撒在了奶奶的鞋子上。原来小帅的妈妈失业了，需要专心找工作，于是拜托住在乡下的母亲照看一段时间。小帅看到门框下结满的蜘蛛网、开裂的土墙，还有满屋乱爬的虫子，满脸嫌弃。奶奶刚想伸手抚摸小帅，结果被他嫌弃的躲开。晚上，奶奶给小帅夹菜，而小帅却连菜带饭都还给奶奶，因为他觉得老太太碰的东西很脏，然后自顾自吃着从城里带来的牛肉罐头。奶奶找出自己舍不得吃的糖果，想讨孙子开心，结果小帅瞟了一眼，一脸嫌弃的转身离开，玩起了游戏机。奶奶呆呆的看着孙子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小帅玩着从城里带来的游戏机，每天倒也自得其乐。奶奶知道孙子不喜欢自己，所以从不打扰他，即使他在床上玩轮滑鞋也不管。小帅不玩了，奶奶默默打扫着床上的泥土。晚上，小帅独自玩着游戏机，奶奶则在一旁缝鞋，因为眼睛不好，让小帅帮忙穿线。小帅不耐烦地帮奶奶穿好，但他故意把线拉得很长，好让他别打扰自己玩游戏。突然，游戏机没电了，他缠着奶奶去买电池。奶奶掏出空空的口袋，表示自己没有钱。小帅不信，一直追到河边，奶奶确实拿不出，只能在胸口画圈表示抱歉。小帅生气地将奶奶推到一边，他跑回家开始翻箱倒柜，翻来翻去没有一个值钱的东西。一气之下，他将奶奶刚洗好的坛子踢碎，还偷偷扔掉了奶奶唯一的鞋。找不到鞋子，奶奶只能光脚走在满是石子的山路上，给他挑水做饭。小帅看到奶奶头上的银发簪，一个坏主意出现了，这个倒霉孩子太站牌下等奶奶回来，等了好久，几辆车过去都没有看到奶奶的身影。小帅开始慌了。终于，奶奶拄着拐棍，颤颤巍巍地走来。原来奶奶之所以这么久才到，并不是她没赶上车，而是她舍不得花钱坐车，从城里一步一步走了回来。小帅埋怨她为什么这么久，奶奶再次用手在胸前画圈圈道歉。小帅抢过奶奶的包裹，
向家里走去。他依旧离奶奶很远，但却趁奶奶不注意，将最后一个巧克力派放进了奶奶的包里。这个男孩躺在床上，一脸的花痴样，因为他心仪的女孩邀请他参加生日。男孩高兴地吹着口哨，收拾着要送女孩的礼物，照镜子摆弄着头发，怎么弄就是不满意，又沾了点水给头发定型，结果还是不满意，最后只能让奶奶帮忙给自己剪掉一点点。奶奶用手比划着，表示明白。剪着剪着，小帅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等他醒来一看，变成了锅盖头。奶奶以为是只留一点点，这下小帅觉得更没脸见人了，哭闹着跑到一边。眼看赴约的时间要到了，小帅急中生智，他找到一块黑布包在头上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这样才能出门赴约。奶奶拿来新买的鞋让他穿上，可男孩却把他踢到一边，穿着旧皮鞋高兴地去了。这时他发现奶奶把游戏机也放在上面，因为没电开不了机，小帅随手就揣进了裤兜里。没过多久，小帅从女孩家里回来，手里还抱着女孩送给他的流氓兔。他一脸高兴，可走着走着，发现小脚都被磨红了。他看了看前面的下坡路，顿时有了个主意，坐上手拉车，准备玩滑滑梯。结果小帅狠狠地摔了一跤，车子坏了，膝盖也摔破了。小帅拿着流氓兔一瘸一拐地走回家。他想起了那个小盒子，拿出来拆开，才发现里面居然有2张钱。他知道这是奶奶好不容易省下来的钱。小帅再也控制不住眼泪，走到一个路口时，看到奶奶站在那等他。小帅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。听见哭声，奶奶急忙赶了过来，揉了揉孙子受伤的膝盖，再帮他擦干眼泪，轻轻安慰着他。随后又递给他一封信，是妈妈从城里寄来的，过几天就来把他接走。小帅想到他走了，奶奶又会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，于是小帅一遍又一遍地教奶奶写字。我想你了，我生病了。可奶奶没读过书，怎么都写不出来。小帅急得边哭边说，你不能说话，又不能打电话。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。할머니 많이 아프면 그냥 아무것도 쓰지 말고 보내. 그럼 상우가 할머니가 보낸 줄 알고 금방 달려올게. 응? 알았지? 看着孙子哭，奶奶也哭。这一晚，小帅并没有睡觉，他将针线全都穿好，这样即使自己离开了，奶奶也不用费劲去穿线。这一夜，小帅真的长大了。很快就到了分别的日子，妈妈带着他上了汽车，奶奶一直敲着车窗，他说不出一句话，可满满的关爱却溢出了屏幕。有些爱就是无声的，而小帅低着头，不想让奶奶看到自己流泪。车发动后，小帅终于忍不住跑到车尾，学着奶奶在胸口前画圈。他为自己这些天来的行为跟奶奶道歉。小帅终于懂事了，奶奶看不见车子才肯离去。他佝偻着身子，拄着拐杖向家里走去，他的背影说不出的孤独。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孙子。如果你的家乡也有一位老人，请常回家看看。